冰箱里边一点都不。小路子过来。那个桃子的有凉的。这小路子，见过穿这么清凉的格格吗？没有，有点吃体面。吃体面？什么年代了？咱作为一个穿越来的格格，得教育教育你了啊！不久以后，咱们都会穿成这样。不久以后，我能把我失去的东西拿回来吗？小周子，给大家宣读一下你的这个圣旨欢迎各位收看《影像集结北京篇》第2期。用经典的影视和音乐来打开一座城市，在熟悉的旋律中唤起大家的共同回忆，这是影像集结这档栏目的初衷。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从阳光灿烂的日子讲起，一路探寻了《我爱我家》《家有儿女》，一直到《奋斗》《失恋33天》等等经典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而在这一期中，让我们把故事开始的起点再往前拨一点。那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整个北京城的中心点，就是在景山公园的最高点，然后在这里可以俯瞰到整个限定版的紫禁城，就是它正在翻修的紫禁城。就即便是正在翻修我们也是没有抢到进去的票，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咱们前朝最后一位皇帝上吊的恣意的地方，歪脖子树的那个。那这一期我们在北京寻找的共同回忆，要把时间的指针再往前拨，回到乾隆24年，1759年。好不容易到了北京，这皇宫却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电视台开始放《还珠格格》的时候，其实就代表着高考考完了啊，放到容嬷嬷扎针了，代表着中考考完了啊。我觉得《还珠格格》几乎是几代人的一个集体记忆。但如果你要在《还珠格格》历代的主题曲当中选出一首，就是当是吗？我觉得我自私的去以为啊，就是琼瑶阿姨，她应该是把对于还珠这个故事最好的解释，都放到了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山峰没有棱角，河水不再流，这是什么？是世界的尽头嘛，对吧？然后那个世界的尽头，最后其实是2个人的故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琼瑶阿姨的作品里的爱情故事，有时候其实很壮烈，甚至有些狗血。所以那个时候总会觉得说，不管是谁都能够得到一个那么精彩的人生。但你现在再回头看的时候啊，原来琼瑶阿姨最重要的几个字不是追求轰轰烈烈，但是其实是在红尘里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潇潇洒洒的做饭，那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还珠格格》不仅台词音乐可以所有人啊张嘴就来，甚至连戏服啊造型都影响了接下来几十年的清宫戏的审美。所以我们也理所当然的换上了那个时代的衣服，穿越了一把。换好啦，看我今天的妆造，还有随从。给各位请安了，我是小路子，小周了。这是我的太监。第一次穿越很多现代设备，还在适应中。不行，你们俩走斑马线太好笑了。哎呦呦喂！你在干嘛？我踩着自己裤子，不好意思，第一天当公公。哎，您好笑吧？要跟公公拍个照吗？怎么叫？要不要？要跟格格拍个照吗？格格把衣服穿上给你拍。哇，好好看啊！好了，谢谢。太监。你他妈叫谁呢？叫我直呼我太监。你想对观众做什么？我想对观众做什么？我想对观众作揖。不久以后，我能把我失去的东西拿回来吗？拿回来你想干嘛呢，陆公公？我想结婚。你想结婚，是不是还得写一首《Marry Me》这首歌呀？OK，one mor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I got you. Good day. Yeah. Thank you. Oh no, you. No, we're good. It's our home. 这都要死了，我把衣服脱了。那天真的是太热了，但是我记得米老师发的照片在评论区还被玩坏了。但是《还珠格格》应该不是在故宫拍的吧？不是，大部分的外景基本上都是国王府。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我想你对温柔的追。提到真正在故宫取景的，只有一部电影。末代皇帝。That looks like Wimbledon, but is the Forbidden City. 这部电影里的经典的配乐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是首首经典。你们可能没有看过《末代皇帝》，但你一定听过这一首，短视频里一定刷到过，就是《Rain》。你知道当时坂本龙一被贝图鲁奇一开始只是邀请去演戏的，当然他是去演那个干破嘛。这个人你知道历史上他实际是当时的伪满洲时期电影协会的会长啊。然后呢，突然有一天贝图鲁奇要求坂本龙一说不行，你今天要帮我写一首曲子。你知道写曲子要钢琴吗？那个年代你知道他跑去哪儿去借了个琴吗？坂本龙一饰演的那个角色，当年在伪满洲国建立的那个电影协会，他在那儿运来了一架给坂本龙一作曲的钢琴。那个钢琴当时音都是不准的，他是想象着一些音，写下来的曲子。当时在现场录了一些管弦，但是后面重新去了 Abbey Road，去重新录的。还有一个好玩的就是算不太冷的冷知识吧，你说。溥仪其实非常喜欢骑自行车，甚至开始穿西服，其实是为了穿自行车，骑自行车啊，对，穿自行车其实是为了他骑西装是为了穿自行车，对。其实当时他为了在故宫里边骑车让太监，把故宫的门槛锯一些。哎呦，老爷子，哎呀，老爷子，哎呦，别摔着没有，摔着没有，给我锯了。是工匠啊什么的就怕这个太后降罪啊，你知道吧？所以其实他们就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做了一个两边各留下了那个一小段的门槛，做成那种榫卯，这样可以快拆的。所以其实它既能发挥这个作用，又能骑自行车，也算是没有破坏风水。1959年他被特赦回京啊，人们还真的常常见到他。换了一身中山服以后，骑着车出门。1922年，民国11年，被软禁在故宫的溥仪与婉容大婚，堂弟溥家送了他第一辆自行车。而同时期的北京城里正经历着战争前最后的和平，英子在北京南城一场又一场的送别当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大清亡了以后，还有几部跟北京有关联的文艺作品啊。那第一部就是1983年上映的，但是讲述的是解放前的故事的《城南旧事》。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非常经典的那句台词，米老师，你是来吃屎的，你是来拉屎，是来拉屎的吧？你是来拉屎的吧？其实就是因为这句天真无邪的问题，以林汉因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
城南旧事又重新的回到大家的视野。有趣的一点啊，电影中讲的是老北京南城的故事嘛，城南旧事嘛啊，但是它其实没有在北京取景。南柳巷是书中提到的作者小时候住过的地方。那导演吴贻弓因为找不到心中合适的老北京胡同，所以在上海的郊区搭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老北京。哦，现搭的。哎，对。所以说，如果把这部1983年上映的老电影归类为儿童电影，其实是多多少少有点低估了它。想什么呢？啊，我们英子在想将来的事呢。什么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啊，比如新的家呀，新的朋友啊，新的学校啊。那过去的事呢？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慢慢就会忘记的。基于原著还原的那些小孩子的这种天真的笔触啊，导演用电影的镜头绘制还原出了老北京的一些市井文化，用温柔的视角将个体在动荡中的渺小和挣扎展现了出来。那电影中3个独立的故事，也是主角英子面对的3次送别。那伴随着送别的歌声，一次又一次的响起，英子的童年也随着爸爸的花儿落了，也结束了。是不是？这首送别在我心里面的分量更重一点点。曲是一首老的日文歌曲是吧？不是，它其实最开始是个美国歌曲。哦，最早是个美国歌曲，它是个美国歌曲，然后又改成了日文歌，然后才被传到了中国，然后才填了中文的词。这首歌的日文版叫《旅愁》，旅愁，其实它讲的大概和日文是同一个意思。它的英文版本身也是差不多意思，就是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也是讲的思乡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李叔同其实就是弘一法师，填这首歌的词其实也是送给他的好朋友的。对，但是这首送别，我会觉得他在跟一个漫长的或者是很厚重的，在人生当中扮演着非常重的分量的一个人，或者是一大片场景在告别。然后但是他唱的却很清清淡淡，云淡风轻。就像朴树那个版本，你说的朴树那个版本，朴树版本就是很淡很淡的唱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场景下，你越是淡，反而才会显得你越珍重。那当然，《城南旧事》讲的还是建国前的故事啊。1955年，还有一部电影，就是《祖国的花朵》，对，讲的其实是少先队员的故事嘛。那在这部电影中，有一首主题曲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场景下，你看看，戴着红领巾，说实话，我都已经快忘了怎么记了。我先跟你讲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你知道坂本龙一，和高桥幸宏还有细野晴臣，他们3个人有一个电子的组合叫 YMO。然后 YMO 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叫《东风》，东风的灵感，他没有明说，但是大家就是猜测，它就是来自于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给你放下那首，你就能感受到了。这个动机基本上是一样的。对，所以朋友们，我们在这里，我们身后就是白塔。如果你还记得，说干嘛得再说一句？等一下，我把传的位置调一下，你再说。不好意思，米老师在调整白塔的位置啊。现在是吗？好，朋友们，我们身后就是白塔，所以如果你还能想起那个歌词，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这首歌的词作家乔羽老爷子，就当时这个导演找到他的时候，他可能是想写些比较表扬祖国的花朵们积极向上、特别宏大的一点的、再大一点的，但是乔羽就想不出来，他觉得不对。然后他有一天跟自己女朋友来北海公园，看到周围这些场景，就写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其实，在50几年啊，就刚刚建国那会儿，有一首歌，其实的歌词并没有完全的在宏大叙事里，而是在于像写诗一样就是去描述你身边看到的东西，对你的感受。长亭外，古道边，是动荡年代下英子眼中关于北京城南的离愁。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和平年代里少先队的欢歌，笛声与桨声之间，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在离歌与赞歌中完成了转变。其实，在北京取景的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1993年上映的《霸王别姬》。师哥，我想让你跟我，不对，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不行吗？这不小半辈子都唱过来了。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1年、1个月、1天、1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你现在听到的程蝶衣的声音，其实并不是张国荣自己的声音，而是我们上一期提到的《我爱我家》中贾志国的扮演者杨立新老师的声音。因为他的口音不行，陈凯歌找张国荣来演这个男旦的这个演员是非常对的。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男旦演员了，不用小嗓唱的时候，他的声音是有些暗哑的。而为了这部作品的顺利参奖，他并没有要求他的配音署名，不就是帮人家配了个音吗？那有什么呢？这部电影其实在我回忆中就是没有一个旋律明显的主题旋律，就没有一个，你不会像听到《末代皇帝》的时候，对想起。如果说选一首歌去在电影中出现的歌曲，就是《档案已成往事》嘛。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它其实不算，它没有正儿八经的全曲出现在电影的版本当中，所以它没有配套的根据这首歌的旋律做的一系列的不同的配器的编曲，没有去丰富。其实陈凯歌导演不喜欢这首歌，因为他觉得《霸王别姬》是一个很大的宏大叙事的电影，他讲的是一个大时代的故事，所以这部电影在他心目当中，那个配得上这部电影的这个感觉的歌，应该是一个简单的表达。但是呢，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个关键的节点，李宗盛在1992年的时候，他在和飞碟唱片抢一个人，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林忆莲。收买单的是陈导。多疯啊，这不知道哎。他的其实取景是在真实的梅兰芳先生的家里，故居里面。那在这里呢，程蝶衣是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动荡的几十年。Sir。豆瓣250大电影，它排第几？应该《肖申克的救赎》是第一，第二就是它吧。好的作品总是要在很多的细节上来回打磨、来回计较啊。是的。那这部电影，说实话，无论从摄影、配乐、美术、剧本、表演等等，可以说是几乎完美的。我觉得说什么不如大家再看一遍。蝶衣，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唱戏得疯魔，不假。可要是活着也疯魔，在这人世上，在这凡人堆里，咱们可怎么活哟？我早就不是东西了，连是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那这京戏他能不亡吗？能不亡吗？
老爷。有的时候，我觉得90年代在创作、在电影方面，可能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内容时代。好的电影、好的音乐层出不穷，到处都是新鲜的东西。20世纪末的那几年，大家充满着希望，希望国足冲出亚洲，希望承办奥运会，希望有自己的楼房。大家敢写、敢拍、敢干，因为仿佛一切的付出都会有答案。一个时代过去了，我很怀念它。世纪末的最后3年啊，冯小刚分别以《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3部曲啊，3部超过3000万的电影哦。那个时候，这真的是中国电影贺岁档的奇迹。是的啊，其实，在那之前，大家大年初1的时候，可能都是老老实实窝在家里百无聊赖的。其实从《甲方乙方》作为中国大陆的第1部贺岁片的电影出现，让大家开始有了就是说过年要去电影院。是一个仪式感，是个仪式感，是一个在过年的时候该做的事儿。你还记得那首歌吗？当然，相知相爱，不再犹豫。Sorry， 韩磊老师。你觉得这首歌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回忆。《甲方乙方》是我在电影院看过的第1部电影。干，没了。其实甲方乙方的这个最后一场戏，就是他们在大红灯下着雪，然后吃着涮锅。他们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想念他，我很怀念他，我很怀念他。甲方乙方这部电影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真的会不一样。在那之前，中国的电影它的旁白对话可能并不日常。从这个大腕儿啊、甲方乙方啊、没完没了什么这一个系列下来以后，开始说人话的，说老百姓平时会说的话的电影。用现在的话就是有人味儿了。突然间，大家发现哦，电影里的角色原来可以不完美，原来可以就像我身边的人，原来可以不长头发。就当是成全了别人，陶冶了自己，真仗义。韩磊当时唱这首歌，我觉得会给我一种用非常大的能量去拥抱一种小情绪的感觉。就这首歌它的前奏很长，你知道吗？它前奏如果你去听完整版，它1分30多秒的前奏，然后又是一个纯管弦乐团加合唱这种编制，但是就是在这种很大编制的编写下面，你听到的是经历的不必都记起，过去的不会都忘记。有些往事，有些回忆，成全了我，也就讨厌了你。就尤其是每个后面这个都字，我觉得就是在讲生活里面选择性的记住一些东西，选择性的遗忘一些东西，是不要选择性的放下一些东西，不要那么强求，也不必那么绝对。哇，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还是觉得真是部好作品，真好啊，真好。就是那好是在于，原来可以不用那么文绉绉的念台词，原来男1号不用很帅，可以是光头，就一切的一切放到一起，它都造成了一种就是不完美。然后，但我们的生活不就是这样不完美吗？其实还有一部作品没说啊，就是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全民去看的，就是老炮儿啊。但是其实老炮儿已经在怀念了。对，我们就不用再用老炮儿去怀念了。对，就有点套娃了啊。对，所以但是从那之后，北京真的能让人想起来的作品其实是越来越少。是的。知道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北京的音乐甚至代表着一种中国音乐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尤其在崔健、唐朝，对吧？张楚，窦唯他们延续到后来的老狼，然后包括郑钧那时候红星，对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文化，然后它影响着所有的中国的听众。然后你觉得那个东西是可能是代表了中国的音乐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北京是个非常突出的可以定义气质的地方。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这里确实是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我要来做文艺作品，我要先到这儿来。对吗？我觉得其实北京近些年所谓的没落，其实也是一种去中心化。我也不知道是好坏，其实这种去中心化的东西，给更多的人这种创作的空间、就是它土壤跟表达的权利。我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环境，我都可以生长，我都可以生长，我都可以创作。我并不一定要在哪个城市，是的，付出什么样的成本，我才能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大时代下的一个改变，因为距离被消除了嘛。对的。网上有一句调侃啊，说北京是全世界最有幸福感的城市。因为你只要离开它，你会觉得在哪儿都活得特别舒服。是。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真的很割裂。对啊，很割裂。它有时候是文化的灯塔，然后也是生存压力下的这种逃离的对象，甚至我觉得最近变成了被讽刺的对象了。哎，对，北京人400分上清华。哎，有这样的传言啊。所以是倪老师之前真的相信，然后他问我考多少，我说我考480多，他说为什么你没上清华？我说北京京签，你知道吗？你怎么看待这个网上他们都说北京孩子高考400分就能考上清华这件事儿？没错啊，那神经病吧你！当我跟你介绍自己家乡的时候，如果我告诉你我也不喜欢这儿，我也不爱这儿，我跟你一起调侃，我觉得那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更不值得被尊重。是的，我现在可以心情很平和地看待这里。我觉得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所以说，如果有人让我介绍北京，我觉得我既不会辩护他所有的批评，也不会夸大他过去的荣光，而是告诉他们，这里是我的家乡。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在黄土地刷新成绩。其实大的社会情绪是一部艺术作品成功的关键。对，创作者是干什么事的呢？是你用你的创作勾起了对方的心思。哎，要不要把北京欢迎你这5个字写进去？因为当时我们是不愿意写这5个字，因为我们是从小就不愿意把口号写成歌的一批人。可是到这个时候，口号和口号是不一样的，有些是发自内心的，有些就是虚张声势的。所以当时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写出那个北京欢迎你，哎呦，那一下我自己都会感动。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在黄土地刷新成绩。所以北京结束，下一站会是哪个城市呢？我知道你想去哪儿，反正不是台北就是香港。是，我们去到中国其他地方看一看。你之前做第1期的时候有想到第2期要隔1年吗？想到了，甚至我会烂尾，我真的会觉得会更长。那我觉得我们暂且约定1年1期，下个夏天再见吧。